全世界证券交易员、投资家的专业媒体，股市简报，内容来自全球专业媒体，由6度简报团队制作。6度简报的网址是6dobrief.com。OpenAI 首席执行官表示，由于奇怪的公司结构，他没有 IPO 计划。加拿大环球邮报首席执行官 Sam Altman 称 ，ChatGPT 背后的公司 OpenAI 近期没有上市计划。Altman 对超级智慧系统可能做出的潜在决策以及投资者如何看待这些决策表示担忧。OpenAI 已经从微软筹集了10亿美元，估值接近30亿美元，因为它专注于扩展其计算能力。该公司具有独特的结构，采用上限利润模式，允许其筹集外部资金，同时仍有利于其原始非盈利运营。Altman 和其他参与 AI 的科学家警告了与 ChatGPT 等生成 AI 相关的风险，并呼吁进行监管。奥特曼一直在旅行，并与不同国家的国家元首会面。当 Altman 建议如果遵守 AI 法律变得过于具有挑战性时， OpenAI 可能会离开欧盟。OpenAI 面临争议，但他后来澄清说，他们希望能够遵守，并且很高兴在欧洲运营。Altman 还讨论了 AI 的快速发展，强调未来的 AI 模型将融合各种形式的媒体。虽然 AI 可能会取代一些工作，但它也将创造新的机会。苹果虚拟实境耳机迄今为指最先进的技术反复运算。英国每日电讯，苹果备受期待的 Vision Pro 虚拟实境耳机是该公司迄今为指最先进的技术反复运算。虽然之前在虚拟实境方面的尝试失败了，但苹果的目标是提供无缝和直观的体验，使其与竞争对手区分开来。该设备因其显示质量和设计而获得了积极的评价，但它确实有一些缺点，例如需要外部电池组和3499美元的高价标签，这限制了其大众市场的吸引力。分析师预测第1年的销量将不大，但相信早期采用者和开发人员如果找到该设备的创新用途，他们可以推动成功。苹果的长期目标是将耳机改进为增强现实眼镜，将技术无缝集成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但这需要重大的技术进步和社会认可。虽然人们担心对这种技术的需求及其可能造成的孤立，但苹果在市场上的强大地位和耐心的态度使其有机会塑造虚拟实境的未来。债务崩溃证实了许多人对美国的看法，没有能力里来自中国的挑战。日本时报，最近的债务限额协定引起的对美国可信度的怀疑是美国国内政治心理剧的重要时刻，已经向世界其他的区发出电报。我们没有能力和注意力来处理像来自中国日益严峻的挑战这样重大而迫在眉睫的事情。埃文·奥斯诺斯在《纽约客》上警告说，东南亚的做法是成熟的，地区盟友和伙伴认识到并接受保护核心国家利益的必要性，因此不认为美国的领导地位具有同等的重要性。美国需要认识到，仅仅做一个好的领导者是不够的，他还需要保护自己的核心利益。共和党拒绝考虑提高税收或填补漏洞，是对他们优先事项的诅咒证明，也是对美国信誉的破坏性反应，这可能会刺激其他国家寻找替代领导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将把自己定位为一个良性、可靠的领导者，削弱美国的作用。中国预计国有银行调整存款利率。英国每日电讯，中国目前正在努力应对导致经济增长乏力的各种挑战。与美国的紧张局势加剧，全球经济放缓和房地产市场崩盘是导致经济困境的关键因素。近几个月来，中国大型工业企业的利润大幅下降，出口订单也有所下降。工业产出、零售销售和房地产投资都令人失望，引发了对经济复苏力度的担忧。人民币对美元已经贬值，预计将进一步走弱。由于对近期增长势头的怀疑，对长期前景的担忧，以及疲软的人口结构和房地产市场的压力，以及持续的中美紧张局势，投资者的悲观情绪持续存在。为了应对这些挑战，中国的银行已被指示降低存款利率，这将减轻贷款人的一些财务压力，并支援增加贷款。预计国有银行将根据北京的指导调整存款利率。红杉分手将暴露出当地语系化后果。路透观点，管理住超过100亿美元的风险投资公司红杉资本 Sequoia Capital 正在拆分为3个独立的实体。此次重组涉及红杉在中国和印度的分支机构，独立于美国和欧洲运营。此举反映了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民族主义压力，这使得跨境合作更具挑战性。红杉资本在成功投资知名公司方面有著悠久的历史，包括苹果、Zoom Video Communications、Instagram、23andMe 和 DoorDash。
该公司还对 JD.com 和阿里巴巴等多家中国公司进行了大量投资，在中国管理注超过1000亿美元，与其在美国的资本池相当。它在印度和东南亚的投资规模较小，总额为50亿美元。建立3个具有独立决策权的独立实体的决定，反映了对自治的需求以及无法投资竞争对手的初创公司。例如，如果红杉持有像 Stripe 这样的支付公司的股份，它将被排除在投资印尼或德国的竞争对手之外。红杉地理部门的各自领导人 Ralph Botha、Neil Shen 和 Shailendra Singh 现在将可以自由地在其区域内做出独立的投资决策。虽然这种重组允许更本地化的决策，但它也伴随着与解开全球风险投资公司相互关联的运营相关的风险和挑战。投资者正热切等待中国的最新数据。南华早报，投资者不确定中国疫情后的复苏势头是增强还是减弱，因为人们担心中国政府在支援遭受内债危机和需求疲软的企业方面做得不够。此前，4月份一系列糟糕的经济数据削弱了人们对世界第2大经济体的信心。尽管如此，麦格里资本 Macquarie Capital 经济学家拉里·胡 Larry Hu 预测，中国的复苏只是停滞不前，而不是结束。他认为随着需求的增加，经济将有所改善。中国官方采购经理人指数在5月份也有所下降，反映了该国自12月以来的最差表现。投资者和市场观察人士正热切等待中国的最新数据，以衡量其后疫情复苏的势头。对商业不确定性、国内债务危机、内部驱动力疲软和需求不足的担忧仍然存在。4月份疲软的经济数据，包括制造业活动、消费和青年就业，削弱了投资者的信心，并引发了外国企业和国内学者的担忧。中国48月份官方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降至8，表明收缩幅度更大，达到月以来的最低点。贸易和通胀数据以及失业、投资、工业、产出和零售销售数据将在未来几周内公布。野村证券、Nomura 和摩根大通 JP Morgan 等一些主要国际投资银行已经下调了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全年预期。野村证券警告称，在 PMI 数据不佳之后，可能会出现螺旋式下降。然而，仍有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的复苏只是停滞不前，随着需求强劲和信心增强，中国将进入另一个上升螺旋。北京一直试图通过欢迎跨国公司的高管和参与魅力攻势来提振市场信心。然而，人们对中国政府的行动及其对投资者信心的影响感到担忧。中国的高青年失业率和大学毕业生涌入劳动力市场进一步增加了挑战。摩根士丹利 Morgan Stanley 和渣打银行 Standard Chartered Bank 等一些银行对中国的增长前景持乐观态度，预计下半年经济活动将有所回升。中国政府已将2023年的增长目标设定在 5% 左右。世界银行警告说，如果没有增长奇迹，年轻人的境况将比他们的父母更糟糕。英国每日电讯，全球经济正面临重大挑战，增长放缓和人口变化是主要问题，敦促政策制定者承认需要生产力或政策奇迹来解决这些问题。发达经济体的人口老龄化正在影响劳动力参与率，使实现政策目标、财政可持续性和发展目标变得更加困难。人口统计数据约占2010年代至本10年剩余时间前在增长放缓的一半。世界银行警告称，预计贸易增长将大幅低于疫情前水准，新兴市场面临日益严重的债务压力和财政疲软。然而，有一些积极的迹象，因为由于中国和印度对其负担得起的石油的持续需求，俄罗斯的收缩预计将不那么严重。人们在杂货上的支出更多，但他们买的越来越少。CNN， 杂货销售的增长是价格上涨的结果，而不是购买量的增加。市场研究公司 Circana 的客户参与主管阿拉斯泰尔钢铁公司表示，2022年新鲜鸡蛋销量下降 4.7%， 同期鸡蛋美元销售额增长 41.2%。斯蒂尔说，人们购买的可自由支配物品越来越少，一些美国人正在交易更便宜的产品或寻找交易，而另一些人则由于预算限制而转向慈善组织。全球经济在通货膨胀、大流行余震和战争中挣扎。华盛顿邮报，全球经济在应对顽固的高通胀、大流行的后果和乌克兰战争时正面临挑战。世界银行发布了一份悲观的评估警告，称由于利率上升影响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全球经济正在大幅放缓。该预测，今年全球经济增长率将从2年的 1.3% 降至微薄的 1.2022%， 明年的前景为脆弱。
美联储和欧洲央行等中央银行在塑造经济前景方面发挥出至关重要的作用。美联储在过去14个月中一直在快速提高基准贷款利率，但可能会在即将召开的会议上暂停。预计欧洲央行将把欧元区的关键利率提高1/4个百分点。然而，在提高利率方面取得适当的平衡具有挑战性。过度加息可能会使经济陷入衰退，而未能足够提高利率可能会导致持续的通货膨胀。世界银行警告说，美国等主要经济体的利率上升会对较小的经济体产生连锁反应。当借贷成本增加时，它会减缓美国经济，减少对海外生产的商品的需求，并使外国政府和企业偿还以美元计价的贷款更具挑战性。这些溢出效应可能导致脆弱的发展中国家陷入金融危机，特别是那些因应对疫情而负债累累的国家。中国经济在结束严格的零 COVID 政策后表现喜忧参半，制造业已经萎缩，对负债累累的房地产部门的担忧仍然存在。在欧洲，通货膨胀率较高，增长较低，这给各国取代俄罗斯能源供应和管理与中国的贸易关系带来了挑战。虽然美国经济迄今已无视衰退预测，但凭藉强劲的增长和强劲的工作力市场，欧洲正在经历增长乏力和战略挑战。美联储和欧洲央行都决心通过加息来解决通胀问题。这些央行决策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是巨大的，在控制通胀和支援经济增长之间找到适当的平衡仍然是一个挑战。中东，再现美国，你好中国。半岛电视台。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本周将访问沙乌地阿拉伯，以促进战略合作，但美国面临着一场艰苦的战斗，因为尽管遭到反对，但其地区盟友改善了与中国、伊朗和俄罗斯的关系。这段话凸显了中东对美关系态度的转变。沙乌地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UAE 等国家一直在与中国建立更密切的关系，改善与法国的关系，与伊朗、俄罗斯和印度接触，有时以牺牲与美国的关系为代价。中东和中国之间的贸易大幅增长，而与美国的贸易仅略有增长。一些中东国家表示有兴趣加入中国领导的金砖国家集团，尽管西方对俄罗斯实施的制裁制度不断扩大。虽然美国一直是该地区的主导战略力量，但公众和专制政权越来越强烈地希望与美国保持距离。这是由于美国外交政策的虚伪，特别是在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中对以色列的坚定支援。美国一直在向沙乌地阿拉伯等国家施压，要求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但许多人认为这损害了巴勒斯坦事业。中东公众目睹了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行动，这破坏了美国作为文明守护者和不可战胜大国的看法。自9/11袭击以来，美国对该地区的干预一直被阿拉伯公众视为不利。2022年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14个阿拉伯国家的大多数受访者认为美国是该地区威胁和不稳定的最大来源。这种看法甚至高于伊朗和俄罗斯，尽管他们自己卷入了该地区的冲突。作者认为，中东与美国脱钩，以及美国在某种程度上与该地区脱离接触，越来越被视为可取和不可避免的。这种转变将对双方产生长期影响，并将取决于美国选择如何改变其外交政策。总体而言，这段话表明，人们对美国在中东的幻想越来越失望，并转向多元化的全球参与和寻求替代伙伴关系。澳大利亚央行警告称，在将利率上调这11年高位后，未来将进一步加息。加拿大环球邮报。澳大利亚储备银行 RBA 将利率上调1/4个百分点至 4.1%， 为11年来的最高水准。该银行表示，通胀仍然过高，可能需要进一步收紧，不排除7月份再次加息。该公告显示，澳元上涨 0.8%， 债券收益率上升12个基点，下个月再次加息的可能性为 60%。数据，投资者在过去24小时内从美国子公司币安撤出约 7.9 亿美元。加拿大环球邮报。过去一天，投资者已从币安和附属平台 Binance US 中提取了约 7.9 亿美元。此前，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起诉讼，指控币安欺骗使用者对数字资产的控制并非法转移资金。据报道，币安在以太坊区块链上看到了 778.6 万美元的加密贷币净流出，而 Binance US 有价值1300万美元的净流出。根据一条推文，金融数据供应商南森发现了资金外流。币安否认有任何不当行为，一直在配合 SEC 的调查。墨西哥的商务舱在 AMLO 下表现良好。彭博观点。据称，墨西哥总统安德烈斯·曼努埃尔
洛佩斯·奥夫拉多尔 Andrés Manuel López Obrador 部署的常规策略的笨拙变体正在对墨西哥的商业界产生负面影响。据报道，在维拉克鲁斯州，根据政府特许权运营的75英里铁路被扣押后，墨西哥的商业界发现他们的运营受到洛佩斯·奥夫拉多尔的干扰，导致外国投资减少。虽然洛佩兹·奥夫拉多尔 López Obrador 保留了新自由主义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以及墨西哥的贸易政策，但他的策略仍然可能破坏企业的商业计划。无论如何，主要业务似乎没有受到影响。与前一年相比 ，Grupo Mexico Transportes 在2019年的收入增长了近 8%。GBM Research 跟踪的48家非金融墨西哥公司的综合收入在2019年第一季度与2018年相比增长了 6.6%， 尽管最初受到华尔街商界的谴责。议会查获数百支非法电子烟。BBC 达勒姆郡的贸易标准官员在公众举报后查获了300多件非法电子烟。在没收的物品中，有一种看起来像儿童奶昔架的产品，尽管它含有尼古丁，并且有一个比法定尺寸2毫升大10倍的水箱。这次击获使该委员会在过去15个月中击获的非法电子烟总数达到5500件。英国禁止向18岁以下的人出售尼古丁产品，并限制一次性用品中可以容纳的尼古丁和电子液体的数量。为什么每个投资者都必须提高气候意识？加拿大环球邮报温哥华 RGF 综合财富管理公司的 Linson Chen 表示，在创建气候友好型投资组合时，评估整体价值、风险承受能力和目标至关重要。陈先生表示，有关气候和 ESG 评级的第三方数据更容易提供给客户和晨星可持续发展等组织。一些资产管理公司提供不含化石燃料成分的共同基金和交易所交易基金。多伦多理查森财富 Richardson Wealth 的投资组合经理兼投资顾问亚历山德拉·霍伍德 Alexandra Howard 表示，他倾向于更加以商业为导向，而不是包括或排除某些行业。对于投资者来说， Harbourfront Wealth Management 的 Tracy Lundell 建议让他们的钱在你关心的社区工作。市场相信美国例外论。彭博观点，尽管美国政府分裂导致违约，但投资者继续将美国视为投资的地方。衡量美元对其他主要货币的彭博美元现货指数今年保持了其价值，美联储的基准利率为 5.25%， 明显高于欧元区、英国、加拿大和日本国家。花旗集团的货币策略师认为，对美元的渴望部分是由于对美国科技公司股票的需求激增，预计这些公司将成为新兴人工智慧繁荣的主要受益者。美国制造商在过去1年中的资本投资增加了1倍多，4月份的建筑支出达到近1900亿美元的年增长率。英特尔和福特等公司分别在2022年通货膨胀降低法案的支援下，在晶圆制造和电动汽车开发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美国仍然是外国投资者最受欢迎的目的地，过去1周出售的350亿美元7年期国债中有 72.3% 被所谓的间接买家占据，这一群体通常被视为外国投资者的代表。MSCI 美国今年的表现比 MSCI 全球不包括美国高出 11.8% 至 6.2%。尽管人们担心美国的民主被打破，但现实是它艰难而混乱。但美国股票仍然受到投资者的欢迎，他们真是民主和法治的持久力量。随着加拿大央行为本周的利率公告做准备，另一次加息即将摆在桌面上。加拿大 CBC有人猜测，加拿大央行可能会在1月份暂停后再次开始提高贷款利率，这表明它需要更多时间来评估对经济的影响。数据显示，加拿大经济在第一季度增长了 3.1%， 而通货膨胀率上升至 4.4%。如果银行确实介入冷静下来，随着市场进入高利率的新常态，对拥有可变利率抵押贷款的客户以及拥有今年固定利率贷款的客户的影响将是巨大而立竿见影的。承担50万美元抵押贷款的成本已经每月增加1131美元。与中国的新冷战，换一个新的缓和怎么样？加拿大环球邮报对中国采取平衡态度的必要性，在保持经济参与的同时认识到风险。作者认为，加拿大和美国不能完全脱离中国，因为贸易和投资将继续下去。相反，目标是通过找到安全的参与水准来降低关系的风险。华尔街和湾街分别指美国和加拿大的金融区已经采取行动，以减少对中国的投资敞口，以应对华盛顿的影响。
苹果等公司正在将部分制造业迁出中国。据报道，魁北克省的 Caisse de dépôt et placement du Québec 等养老基金正在采取措施减少投资风险。然而，拜登政府也试图与北京展开对话，尽管迄今为止收效甚微。这段话提到了美国官员试图与中国同行接触遇到困难或拒绝的例子。作者强调需要对中国保持警惕，包括其干预加拿大选举的潜在企图。人们承认，中国是一个超级大国，可能会从事此类活动，加拿大和其他国家有责任阻止它。尽管需要保持警惕，但这段话也强调了与中国合作的重要性。中国是世界第2大经济体和最大的污染国，因此有必要与中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总体资讯是，与过去的苏联一样，由于中国的经济意义和需要其参与的全球挑战，在找到与中国共存和接触的方式的同时，防范中国的风险至关重要。谢谢大家收看股市简报，这是由6度简报团队为您制作的内容。6度简报的网址是6dobrief.com，专门面对全球精英、专业人士。